said it was the last time, but you keep coming back to tell me sorry that you take back all the things you said just to hurt me. Our love just went cold, but I'm still burning. Our love just went cold, why?自从2022年我做了一支极简桌面的影片后，就一直很想把小侯平常在家工作的办公室改造一下，只是碍于经费跟种种因素，就拖到了2023年底。那原本的房间是在美国房子里面常见的小办公室区域，英文叫做 den， 那主要都是在大门附近的小空间。原本的空间配置是有这个小侯的书桌，然后一个巨大的跑步机，还有一个以前我们这个小狗小马还在睡的一个围栏。那自从小马去年到天上当小天使之后呢，我们就把围栏送给了朋友，那个区域也就空了下来。那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是，这个空间本来就不是太大，硬是塞了一个好大的跑步机，反而让这个空间可以利用的区域变少了。那因为每周在家工作的时间也差不多有20几个小时，所以小侯就跟我说，他希望有一个可以在工作累的时候稍微休息、看看窗外风景的小地方。那所以知道业主的需求之后，马上就来着手进行房间的改造。那第一件要处理的事情就是先把跑步机替换掉，所以我们先把旧的跑步机拆装之后卖掉，然后在 Amazon 上买了另外一个小的跑步机。那一开始跑步机还放在旧跑步机置放的地方，但是因为原来桌子摆放的地方在夏天的午后常常会有这个太阳直射的问题，所以我们把跑步机翻转了180度，而桌子也翻转了180度，然后把它推到另外一面墙，这样子原本放桌子那面墙的空间就空出来了。那我们在这里买了一个 Bureau 的单椅，放了一盆龟背玉跟一个小茶几，这样整个空间的大致轮廓就完成了。那在家具位置都固定之后，因为原本的房间的油漆就是建商一开始所漆的这个标配，所以少了一点个性。于是我在电脑上先把房间模型建好之后，大概选定一个暖色系的咖啡色，然后再到附近的油漆行去找了几个色卡回家比较一下。那一开始找了一面空墙来试涂一下小区域，在跟小侯反复讨论了几次之后，就决定油漆的颜色。那虽然只是一个小空间，但是油漆还是花了大概一整个工作天才完成。油漆完成之后，在单椅那边的墙上，我们放了一个可以放字幕的小板子。那这个小板子是我们之前在 Target 买的，然后再搭配很久以前在这个家具行买的一个 LED 灯，那下午茶的小憩区域就完成了。那接下来就进入了重头戏，也就是整线的部分。小侯的工作电脑主要是一台16寸的 MacBook Pro， 所以平常大部分时间都是放在桌上。但是一开始没有 docking station， 所以每次从公司回到家之后，通常要接3-4条线才能开始工作。那这边我们用了以前买的 Ivy Thunderbolt docking， 虽然我知道市面上最常推荐的是这个 CalDigit 的 Thunderbolt， 但是碍于经费，最后还是使用了既有的 docking。那为了把桌面的空间清空，我先把 docking 跟 MacBook Pro 的支架模型建好之后，然后请朋友帮我用 3D 列印出来。那接下来的整线工具跟2022年我自己桌面改造时的东西差不多。那最重要的几个东西就是这个黑色的整线扣环跟伺服器用的 rack。那因为小侯的桌子是白色基底，所以我也把这个 rack 用喷漆把它喷成白色的。那在这边真的要大力推荐这个 rack 还有这个黑色扣环，因为有了这2个东西，基本上就可以把杂乱的电线整理好。那尤其是这个 rack， 基本上你可以把你的所有电线放在里面，然后我只能说发明这个 rack 系统呢，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另外之前有很多人在之前的极简桌面的影片问我，如果是升降桌要怎么整线？那再稍微研究一下目前小侯的插座现况之后，我决定只要买一个长一点的电源线就可以解决了。那当然，如果你要让这个整个线变得更美观，你还可以在 Amazon 上买另外一个有点像这个蛇形状的一个收线器。那这个东西我一样会放在这个资讯栏的链接，你们可以自己去参考。那等到所有工具到齐之后，我就开始整理线材。在大部分连接处我都使用了 3M 的双面胶，然后再加上螺丝，因为这样子会比较稳固一点，尤其是在 MacBook Pro 部分，因为它蛮重的，所以一定要有双重保险。那在桌面上，因为无线键盘跟这个滑鼠都需要充电，所以我们另外准备了 Anker 的磁铁整线组。那这个整线组可以放5条电源线，而且又不会占很多的空间。
那大概花了几个小时之后，终于把线整理好。于是我在桌面后面装了一个 RGB 的 LED light。不过因为这个房间的其他灯源都是暖色系的灯，所以这个 LED 却怎么样都很难调整到这个我们想要的色温。所以我又在 Amazon 上买了另一组灯来替代。在重新安装之后，这次就好多了，有达到这个我们想要的暖色系的这个灯光效果。好在一切都就绪之后，就是时候把这个其他东西归位了。那首先就定位的就是在 IKEA 买的 Normark 充电座。那这个充电座是非常有木具的风格，价钱也很便宜。而且为了让这个竹子的桌面有一点生气，我们放了一盆小藤蔓的室内植物。在桌子另外一边的时钟则是 IKEA 的Beethoven 的这个小钟。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 Docking 跟 MacBook Pro 都放好，现在只需要一条 Thunderbolt 的接线就可以完成工作前的准备了。好，看完桌面的配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电脑硬体方面。除了之前谈到的 MacBook Pro 跟 Docking Station 之外，萤幕则是之前我所用的 HP Omen 的 27i 2K 萤幕。那当然，如果有钱的话，可以用 Apple Studio 的萤幕是再好不过，但是因为理想跟现实通常都是很遥远。那原本小猴用的键盘滑鼠是这个苹果的无线键盘跟滑鼠，然后上面因为有这个 Touch ID， 所以在解锁或者是安装程式方面都很方便。但是为了让小猴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机械键盘的舒压感，所以我准备了 Newfie 的这个 Air 75 V2 的这个键盘。那这个键盘不但可以在 Mac 上使用，如果你是一个 Windows user， 你也可以在 Windows 上使用，而且只需要一个开关就可以切换了。当然，它也附赠了 Windows 的这个替换的对应键。而 Air 75的敲击声是那种让人家感觉很舒服、很温暖的声音。而且如果你想要不同的键盘的敲击声，你也可以在他们的这个官网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敲击键盘模式。那我会把这个相关的影片链接放在资讯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哪一种模式的声音是你最喜欢的，然后你就可以在 Newfie 的这个官网上去客制化你自己想要的这个键盘。那我们则是选择最基本的 Red 这个模式。除了这个 Newfie 的这个键盘之外，因为长时间需要滑鼠工作，所以苹果的无线滑鼠当然是不可能长时间使用。所以小猴平常最常使用的是罗技的 MX Vertical 无线人体工学滑鼠。那这个滑鼠呢，可以减轻平常这个手腕跟手臂长时间工作所带来的不舒适感，那是我们非常推荐的一支滑鼠。小猴用的桌子呢是这个富利的这个牌子，那富利本来是一个波特兰起家的家具制造商，后来被这个 Herman Miller 所购买。那我买的是富利的 Java 这个系列，那这个系列的就是最基本款，而且它的操作的按钮也很简单，就只有上跟下这两个按钮。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整个桌子看起来是还蛮简约的。那另外它的椅子呢，则是用这个 Steelcase 的 Gesture 这个系列，那这也是它用了非常久的一个椅子。那这个椅子最大的优点就在它手肘部分可以做4D 的调整，所以不管是上下左右都可以调整的非常好，让你来符合你这个人体工学的最佳姿势。在跑步机这边，我们用了原本就有的 Dell 萤幕，外接 Amazon 的 Fire TV， 而下面的线材则是用这个 Amazon 上面买的这个整线工具。然后因为安装完这个萤幕跟这个 Fire TV 之后，下面的线材是有点凌乱，所以我们又另外买了这个 Yamazaki 这个日系厂商所做好的整理盒，然后把所有电线放进去，这样看起来就不会很杂乱。跑步的时候也可以一面跑步一面看这个网络电视。那整个案子从计划到施工，总共耗时约1星期左右，其中最花时间的还是在整线跟油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起完工后的空间吧。整理好的桌面实现了我们对这个空间的减法。工作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喝杯下午茶，看一下日落，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然后在跑步机上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而明天又是另一个新的开始。好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所有内容。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感想，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的产品资讯连结放在下面的资讯栏给大家参考。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可以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是米家哲学的 Milk，我们下次见，拜拜。